夏天持续高温，空调已经成为了人们家中的必不可少的设备。很多人在使用空调的时候，通常会把门窗关闭，防止冷气溢出。但有人认为，门窗完全关闭了，会影响空气的质量。那么夏天开空调，门窗到底需不需要关呢？下面给大家详细的了解一下，介绍一下，说一说吧。夏天来了，热得不行，差不多人家家户户都要开空调。平常大家开空调，往往第一反应就是先把家里的窗户紧紧关上，觉得这样能够让屋子里面凉快下来。但这个做法其实是不对的。我们先来讲一下空调的工作原理，它是靠压缩机和冷凝具把空气的热量给排到外面去，以此来实现降低的温度。要想让屋子更凉快下来，开空调的时候必须保证出口能够遮住整个房间，而且房间大，像客厅那种可能就需要立式的空调。如果是卧室那种空间比较小的，普通空调就能够让温度降下来。用空调的时候会有这么个情况，刚开空调的那时候，如果门窗全开着，会有一股味道，在车里面也就是明显的。要是隔了个春秋夏没用的空调，或者冬天用了暖风，夏天开冷风，长时间的不通风，就会有这样的味道。因为空调里面攒了很少的灰尘，会随着出风口飘到我们的空气里，让我们的空气质量变得比较差。所以开空调的时候，需要先把门窗开着，等空调运行的5分钟，灰尘和其他的脏东西排出去，再把门窗关上，这样屋里就会凉快下来，温度迅速的降低。如果连续用超过了空调4个小时，或者一整天都开着，中间用不用开窗通风？那肯定需要开窗通风的，特别是屋里人多的时候，长时间开着空调，而且门窗紧闭，屋里的二氧化碳、汗液、其他的脏东西会积聚比较多，空气变得又纯又难闻，而且又潮湿。一般的情况，空调运行3个小时，就需要把窗户打开透个小缝，让脏空气跑出去，持续个20分钟，再把窗户关上。有人也觉得空调长时间的开着太费电，就会频繁的开关。实际上，这样干不光费电，还会让空调的寿命变短。所以空调使用的时候，特别是最忌的是老是开关，不用了就赶紧拔掉插头。要是空调待机耗电，赶上雷雨天气，更容易坏的。那么空调如何开最佳？当我们想要达到最佳的效果，我们首先通过排出室内的空气的热气，再去开空调制冷。因为刚进来的时候，我们的室内已经有着大量的潮气，还有热气。当空调打开之后，制冷效果比较好，使室内显得比较温一些。然后随着室内的人士进来的潮湿空气，自身会携带不错的热量。当这些热量进入到空调后，会导致相对比较高的热量进入空调，加上外界环境的不变，所以由此造成了相对很高的热量，会减少我们身体感受到凉爽的性。所以想要奏效，我们应该将这些热量排出去，需要在短时间内达到一定的程度。要使这种现象达到极致，需要通过适当的方法来实现。首先需要尽可能的将室外的较干燥或者较凉爽的空气引入到屋内，可以根据早晚进行操控。通过这种方式减少湿润当期，而且能够采用了高频率工作的风扇或者是电风扇进行使用的。还有就是我们要开大窗，通过窗户进行遮挡。当阳光照射进来，会造成一定的热量。当阳光照射窗户，会导致窗户口变得比较热。当我们开窗户，舒服凉爽，
空气及活动的频率比较高的时候，所以下风口一旦打开了，容易直接影响到活动的频率，并且在窗帘遮挡下，对于活动频率至高的非常比较大，很难实现了换气的状态。所以想达到更佳的效果换气频率，就需要打开我们的窗户，有效降低室内的温度，再打开空调通过制冷的方法降低。有这样一种说法，空调应该设置在26度摄氏度，达到了舒适节能的效果。如今的电费过于昂贵，如果长时间的开空调，会造成极大的电费浪费，所以找到经济实惠的方法，才是我们需要正确的打开空调的方法使用。空调使用过程中，应该注意哪些问题？平时使用空调的时候，除了需要留一些空调缝隙，还需要注意很多的问题。下面把这些问题分享出来，不要不当回事的。一，我们要拔掉插头。我发现了很多人使用空调的时候，不管用不用到，都会拔掉插头，一直插在插座上面。刚开始我也这么做，但是时间长了之后，空调插头不拔掉的话，会特别的缓慢运行中，会浪费很多的电量。所以如果是为了省电，最好把空调关掉之后，再把插头拔掉，这样能够节能省电。二，睡眠模式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把空调调26度，总觉得空调开26度比较省电。但真的是每天开26度的话，仅仅是费电，而且也不舒服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大家最好开启睡眠模式。开启这个模式，可以根据室内的温度调整湿度，不仅可以让我们睡眠质量好，而且能够省下不少的电费。三，避免过度的开关。平时使用空调的时候，很多人会一会儿开关，一会儿打开，总觉得这样的会省电。但是空调若一会儿打开，一会儿关闭，不仅不省电，反而会浪费很多的电量。一会开，一会关，只能够增加空调的耗电量，而且会影响空调的使用寿命。所以平时使用空调的时候，最好不要过度的开关啦。平时我们使用空调的时候，超过半小时不开空调，就要把空调关闭。如果是低于半个小时内的空调，空调没必要关闭的。不想空调耗电量增加，最好避免频繁的开关空调。四，合适的温度。空调有一定的工作室温调节，与室外温差比较大的时候，开启制冷模式，容易造成了压缩机损坏，所以必须在合适的范围之内使用。冬天的时候，不仅要保护保暖，而且可以使我们的室内空气适宜。不要因为冷就把空调室内调得比较低，这样既不利于自身的健康，也不利于空调的工作，有可能造成故障的。五，时刻保持清洁。如果长时间的不清理，会造成很多的细菌增生。不定期的清洗会影响制冷的效果，不仅耗电，也不利于身体的健康，而且会对使用寿命造成影响。空调出现了污渍之后，使用时间太长，会造成伤害，特别是家里面有孩子、有孕妇的人，空调里面堆积了不少的灰尘，可能会对空调组织造成了损坏，制冷和制热都会受到影响。后期使用的时候会产生很大的噪音的，影响空调的寿命时间。六，避免直吹空调。空调如果直接吹到人部，会对颈部造成影响，容易导致肌肉拉伤或者脖子疼痛，最好是让它处于一个适应的状态。用人性话来说，如果你是一个爱出汗的人，要保护好自己的健康，可以把空调设置为健康的模式，这样人不会太冷的。关于空调的小知识，你们都学会了吗？其实方法特别的简单的。如果你有其他的空调小知识，可以欢迎下方留言评论，我们一起讨论哟。非常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